他直言做梦都在缠张国荣。刘德华这样的帅哥却嫁给了杜晨那样的丑男。为了刘德华，他不惜与相交10年的挚友梅艳芳反目至死都未和解。他2次付出真心，却接连受到伤害。杜德伟带嫩模回家羞辱他，陈可辛曾怀疑他肚子里的孩子来路不正。他曾靠扮丑走红，被感恩戏称女版周星驰，可他却最恨这个标签。减肥转型失败后，他靠红星13妹打了一记漂亮的翻身仗。因泼辣感言，他和袁咏仪、吴镇宇等人并称港圈4大恶人。刚刚生日啊，请所有我的最喜欢的帅哥啊来啊，再亲啊，脱衣服啊，好久没有这么疯狂过吧。他就是最丑也最好色的影后吴君如。1983年，吴君如从 TVB 训练班顺利出道，和刘嘉玲、蓝洁瑛等人并称无线9龙女。在别人凭借玉女形象得到无限力捧时，长相普通、气质又不出众的她，只能在综艺《欢乐今宵》里靠涂黑脸、夸张搞怪刷存在感。明明可以靠着父亲夏春秋、香港6合彩之父的名号和人脉，在港圈轻松上位，可她却偏要靠自己闯出一条路。凭着在《欢乐今宵》里积累的表演经验和好友曾志伟的提点，她毅然放弃了走美女路线，转身扎根扮丑搞笑赛道。1988年，王精卫捧胡慧中筹拍大女主剧《霸王花》，急需一个承担全篇笑料、自毁形象的女演员时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吴君如。电影开拍后，她即兴抛梗、挖鼻孔、扇巴掌的桥段，效果炸翻全场，逼得王晶不得不把她的戏份硬生生从龙套加到了全篇女二。影片上映后，狂揽了1800万票房。吴君如不仅提名了金像奖最佳新人，还因和周星驰一样狂放不羁的表演风格，成了全港独一份的女笑星。人前风光无限，可人后她却看着屏幕上搞怪的自己，哭到泣不成声。花季少女谁能不爱美？可她心里清楚，不扮丑，连站在荧幕前的资格都没有。90年代后，周星驰喜剧强势崛起，他不顾形象的增肥扮丑，靠着和黄百鸣、周星驰等人的合作，接所有女星都不愿接的丑角戏份，彻底打响了自己大笑姑婆的名号。片约也接踵而至，可1995年左右，他就像变了性似的，拒绝了所有喜剧角色，不惜得罪一众大牌导演，就连王晶都大骂他有钱都不赚。但直到看到港媒爆料他和杜德伟分手的消息时，一切问題都有了答案。原來男人始終都係覺得，哇，個女人拖出街要好靚女啊，話好索啊咁樣。長期的扮醜不僅讓他變得自卑，更影響了他的感情生活。他和杜德偉拍《霸王花》時相戀，杜德偉看着他為了角色一天比一天胖，就開始嫌棄他，不僅對外否認兩人的關係，甚至還堂而皇之的帶嫩模回家。吳君如發現後果斷分手，大哭4天，便下定決心要做大美女。於是3個月狂瘦30多斤，氣質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本以為瘦了能接一些美女角色，卻沒想到根本沒人再找他演戲了。為了證明自己，他賣掉名下2處房產，自費出演了電影《四面夏娃》。票房雖然撲得慘不忍睹，但他卻憑借一人分飾4段底層女性的精湛演技，一舉提名了金像獎、金馬獎最佳女主，打破了吳君如只會搞笑的固定標籤。儘管後來仍無戲可拍，他也只是默默積蓄力量，等待機會。好在命運從不會辜負有準備的人。1997年，劉偉強籌拍9期《古惑仔之戰》無不勝，找他演紅星13妹這個透明小角色。吳君如得到消息後，知道自己翻身的機會來了。影片裡他一頭短髮，潑辣冷酷，行事果斷，內心卻藏着溫柔與脆弱，兼具江湖義氣與兒女柔情。憑借出色的演技，他把原本作為大佬陪襯的小角色直接演出了圈，逼得導演不得不為他量身打造了紅星13妹主線電影，還憑此一舉拿下了金像獎。金子君評論學會3料影後，狠狠撕掉了自己身上的醜角標籤。同年，他還迎來了愛情的第2春，跟導演陳可辛官宣了戀情。05年，吳君如意外懷孕，聽到消息的陳可辛只說了句我不確定孩子是不是我的。吳君如以為自己又看走了眼，沒想到陳可辛當晚就帶着2億的股份求婚，說要給他和孩子一個家。後來吳君如生女，50歲生日時，他3度當眾求婚，全被吳君如婉拒。他始終通透清醒，婚姻靠的是人心而不是證書。他堅持讓別人叫他吳小姐而非陳太太，就是要守住獨屬於自己的人格底氣。年輕時他靠扮醜搞笑謀生，卻失去了愛情和尊嚴。後來他親手摔碎了喜劇飯碗，賭上一切，憑借硬實力活成了自己心中最美的影后。